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其实不止台湾要准备大选了，那么美国再剩11个月不到就要来举行美国总统大选。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寻求连任，但他的支持度实在太低了，所以现在是不是为了大选赶快要跟中国大陆搭上线呢？中断了16个月的美中呢，现在呢终于重启了军方高层的通话。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21号跟共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举行了视讯会议，那么恢复了美中军方中断长达16个月的规划。那么你可以看到呢，那个《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美中军方恢复对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拜习会之后，两国试图维持一个正面动能的另外一个迹象。但五角大厦声明，布朗在会中讨论美中两军合作、负责任管控竞争的重要，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双方直接沟通管道的畅通。但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外媒指习近平称中台将统一，美国官员就讲到了反对片面改变台海。官员透露，习近平最近表明了北京会统一台湾，曾经要求拜登在会后发声明表态，美国支持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不变，而且不支持台独，但是遭到白宫拒绝。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就讲到了，中国想统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不片面支持改变台海现状。而可以看到的是，传出波音现在向中国交付首架的787梦幻客机 T737 MAX。恢复了交机来做铺路。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民航局在12月8号批准中国航空公司恢复向美国波音购买737 MAX， 但中国国家国发会呢，他们还讲到的是还没有发出批文。波音21号证实这样的消息，并表示新机很快21号就会从华盛顿飞抵上海，但是中方却没有回应。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好好说话，是不是得面临小心一点的状况呢？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呢，新总统的路线大转弯，力拒金砖与中国，北京警告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阿根廷大选推举极右翼自由经济派的米雷伊上台，引发国际震动。他呢明确拒绝加入金砖集团，也推拒跟巴西跟中国的合作。中国就警告了，断绝跟中国的合作，你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你要自负哦。中国搁置与阿根廷65亿的换汇协议，那么施压亲美新总统表达明确态度。中国目前搁置了这笔资金，以施压亲美的新任总统米雷伊改变他的态度，要求两国应该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面来做合作才可以。阿根廷总统上任10天，300项的经济改革现在已经激怒了民意。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虽然他说这是踏出重建国家的第一步，但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已经涌入数千名的抗议民众，在总统府前面呢，是挥舞着旗帜喊口号，要求保护穷人，反对放松管制紧缩的政策。而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也是相当的紧张，而且是相当的强硬。大陆的大使遭轰霸凌，非参谋总长说菲律宾总统不驱逐，恐会惹上大麻烦。可以看到呢，菲律宾议员埃赫西托就讲到了，布劳纳告诉我，有一次呢，黄希莲跟他对峙，甚至挑衅的对他说：“你不要来激怒我们。”那么他就形容这黄希莲当时是非常有敌意的状态。他说：“你想象一下。”黄希莲在欺凌我们参谋总长，这可能是另一种程度的不尊重。还说，如果中国想要维持友谊、降低紧张，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把他给撤换下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说了，尽管他个人可能对黄的敌意行为感到相当恼火，但是他并不会来驱逐中国大使，因为菲律宾无法承担可能犯下的错误，那可能会造成巨大麻烦。可是现在在南海的情势可以说是紧张又升温。小马可是誓言不屈服于胁迫。小马可是说呢，他们不会就这样子屈服，而且坚称最近在争议区域的紧张对峙凸显菲律宾的勇气。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外长王毅就讲到了，中菲关系正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就在于菲律宾想改变政策立场，背弃承诺，不断的挑衅又滋事，损害中方正当合法的权利。小马可是没有南海的新思路，防止菲律宾声势相当于防止中美开战。
中国对菲律宾的耐心可能已经即将耗尽了。尽管小马可是2023年1月的时候已经率先访问中国，但他并不是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政治家，而是持续不断在绅士的始作俑者。这样的指控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拜登是不是急了，所以赶快要跟中国的军方高层赶快启动这样子对话，证明这美中之间关系没有都那么差？军方的视讯对话已经恢复了啦，不是人跟人的见面了，是透过视讯啊。那因为中方国防部长一直还没有任命啊，所以 Austin 也不知道见谁啊。目前坦白说了，也没有什么急迫的军事的情势需要谈比如说菲律宾那种是什么事嘛，对不对啊？那倒是波音这个事我是觉得有些媒体是太夸大报道了，因为目前确定的是787梦幻客机要交机了。对，那787梦幻客机，波音总共做了60架，那中国买了12架。那这个部分是确定那737 MAX 中国大陆本来就买了一些，那停飞嘛，那停飞如果禁令解除，那就意味着它既有的那些737 MAX 可能会在国内开始飞了，可是新的订单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了，不然一副好像中国要去买737 MAX， 我认为他不会那么笨因为他自己都在做919、929，我干嘛去买你这种东西那你又不是多好的飞机那787那个是真的有买，那就是还没有交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这个东西我讲白了啦，事实上这个美国如果有一些媒体在放这种消息你不要排除他是波音炒股者了他有时候就是故意在炒股，所以就放了一些消息那尤其年终了这个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做最后一波的操作了所以大家最好看仔细一点最好看仔细一点那另外我认为阿根廷跟菲律宾这2位领导人对，那都是自找死路了坦白讲，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救你比如说阿根廷人家让你参加金砖是要救你他以为这个是一个同盟所以他不要得罪美国，所以他就想说我不要参加，避免得罪美国。事实上他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去了一趟美国结果拜登不愿意跟他见面不知道他把自己看成谁了他想要使用美元，结果美国根本就不愿意给他一定的额度来做本币互换那反而是中国有提供额度，所以中国干脆就把那个65亿美元给停止了嘛。那看你多厉害你自己去跟国际货币基金看你要怎么还就这样。那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这阿根廷的新总统呢？我觉得他是第2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是喜剧演员，我看他也跟喜剧演员差不多，他是那种所谓的暴力派演员。他那个选举的时候，每天拿一把电锯，你知道，他就什么都要砍掉。他是电锯先生，他政府什么都要给他砍掉，他上来就砍他已经砍掉差不多快10个相关的部会了。那你想想看，这些部会的本来今天还有工作，他一上台就失业了。然后他讲说要自由化，自由化就是政府就要少扮演角色嘛他现在国营企业几十个国营企业都要自由化，都要私有化。请问一下，我们阿扁的时候搞国营企业私有化，那个是什么？拿人民的财产送给财团对不对？他那个银行改革后来发觉什么？就是拿我们的公有行库送给私人去嘛，对。然后呢，这中间会有非常大的不公平，而且他允许外资买，他允许外资买，就是变卖国家人民的产业，就跟叶尔钦一样，就是正当休克疗法嘛，那个就是说会毁掉阿根廷。这种休克疗法，如果说这个人本身像美国人一样每天吃牛排那么壮你给他休克几次没有关系。阿根廷已经是什么肺痨3期了，你还给他休克，对不对？你还给他休克，一休克就完蛋了。所以他现在这些人就是说，你的福利金也没有了，你的失业救济金也没有了，还有很多本来有工作的也被他裁掉了然后国营企业呢，一上台一定很简单嘛，
那些私有的老板把这些人民的财产拿到以后，他一定怎么样？有些就变卖财产。俄罗斯的大亨一半都是怎么出来？就是这个休克疗法时候啊，把这个公有企业装到自己口袋以后啊，他也不经营，他就卖给外国人。对，然后他把资金拿到外国去做寓工，就是这样。他这个休克疗法，他完全不了解当初东欧受了多大苦。今天他神经病了，还要把一个费劳三期的来搞休克疗法。我跟你讲，把阿根廷必死无疑。然后他本来跟中国大陆还要准备给他65亿美元啊，对，帮他去还钱啊。结果选举说我不跟共产党做朋友，我不跟社会主义做朋友。然后呢，一上台以后，他想要那个钱，现在大陆不给他啦。对，为什么要给他呢？对不对？给他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现在他这个把自己的路都绝了。我觉得他这个维新像我们这个清末的时候还有光绪的跟一群这些一群比如说像这个康有为之流搞什么百日维新，废科举，废什么哇一大堆，结果百日维新自己下台了。我看他这个不要100日就下台，我看他搞不好50日就差不多了，因为他基本上他上台把这个他的阿根廷啤酒降了，贬值54%，所有阿根廷人的口袋就缩减54%。他是干嘛？他钱的敌人不够多啊。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赖老师，现在菲律宾的局势似乎也是在南海有点小紧张啊。不只是一个小紧张其实是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菲律宾的动作越来越多嘛，对，那背后美国的撑腰越来越明显，对，然后美国去煽动菲律宾去改变现状的姿态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中国大陆的程度是越来越增强。之前是警告驱离，接着呢就是水柱喷在你前面，现在是水柱就直接对你船喷，然后呢船就直接夹你，然后就直接把你赶走。那越来越多的民兵船过来了，然后中国大陆的军力部署也开始陆陆续续都进来了，包括052的导弹快艇都进来了，052053、054都进来了，这种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甚至2栖登陆舰都进来。山东号的航母也都进到南海这个海域，还有就是这个火箭军也就是战略部队他们本身的实弹演练也都进来。其实中国大陆摆出来的跟准备的就是必要的时候就跟美国干一场架了。那美国也知道，美国也知道说他一直嘴巴里面讲说他跟菲律宾的这个军事条约是坚不可破是他的承诺是坚若磐石。那中国大陆就说那我们就来打一打吧。你看美国的焦虑其实是越来越明显，对，所以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恢复军事对话。那在这次军事对话也通了，总长级的对话通了，一方面谈到台湾的问题，就是介入台湾那就两军对打，介入南海就是两军对打。我觉得大陆的参谋长给美国的参谋长放出来的讯息就是这么的明确，就介入了那就是打了。我相信美国也也收集到中国大陆的这些主兵就是一个等于是总教练他本身放出来的态度、决心跟意志，还有军力的部署，其实态度都很明白。不然小马可是不会缩头了。小马可是之前凶得很然后现在整个龟缩起来了然后到日本去也安静了，讲的话那个不痛不痒。本来是想利用日本的什么特别峰会，把东盟的国家来了以后，想要在南海搞事，结果呢，日本也缩头了，然后菲律宾也缩头了，然后整个联合公报里面竟然都不敢点名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美国收了，日本就收了，菲律宾也就收了，所以当他的军方还新闻大白话，那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现在呢，这个选情的拉锯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这两岸牌将会是蓝绿决胜的关键。结果讲到两岸牌，我们就带大家来聊聊这个大陆对台的贸易，现在是有收有放。那么现在大陆国台办宣布解禁台湾的石斑鱼，
但是重申9·2共识反台独。那么朱凤莲就讲到了，海关总署将于即日起恢复台湾石斑鱼，但是需要来自审核合格而且注册登记的养殖渔业出来的才可以。那么中国又宣布了第2波凤梨世家的输到大陆去的名单。但是现在呢，中国狂打 ECFA 酿失业，谢金河就讲到了，其实台塑才是首当其冲，对民生一点影响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谢金河说了，有没有 ECFA 其实根本没有差别，实质冲击非常小，首当其冲的只有台塑，对民生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什么事情比大陆砍 ECFA 关税还要重要呢？那么王美花说了，取消 ECFA 优惠税率并不是不能出口，相关的产品的税率是1%到6.5%不等，所以目前影响有限。这听在很多人的耳里，恐怕会觉得哇，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赖清德遇到对 ECFA 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呢？ ET 民调就显示了，赖清德喊说能维持现状真和平，50.6%的民众认为他当选恐怕会让两岸恶化。谁认为呢？这当选总统最有可能两岸经贸往来及人民交流变得恶化的候选人赖清德是名列前茅。那么侯友宜16.2%，柯文哲14.1%。增进两岸的福祉，赖清德喊说，协商的大门永远跟对岸敞开，希望来做合作。那么赖清德说，两岸协商的大门永远是开的，他愿意增加两岸的福祉、和平共荣。但是呢，他之前又讲到了担心开放服贸，大陆人会抢鸡肉饭的生意，还记得吗？12月6号他说台湾才2300万人，他们10几亿人只要来5000万人就好了，你就找不到台湾人了。只不过当然大家都会说了，他现在两岸政策呢到底在打什么跨龙门之外，不是有美国盟友吗？只不过现在美国总统拜登面临到大选，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了。台美大选接连登场，川普可能回国，2024年美中关系可能会更加的动荡。路透社就说了，因为呢，从台湾到美国总统的大选，美中不断的贸易战，拜登跟习近平眼前还有不少可能会在新的一年引发争端的问题。而且现在拜登的支持率在美国可以说是创下新低，距离2024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不到11个月的时间了。最新民调显示，它已经下滑到最低纪录，整个已经降到35%。美国媒体就爆料，目前拜登当然就很着急，他想要拼连任啊。那么他们就说他用严厉的措辞来质问幕僚，为什么我的民调数字会低到无法让人接受？62%的受访者不认可他处理经济问题的工作。再来，以巴战争方面的支持率也只剩下33%。不止民调的问题，包含了原屋财政的法案，美国国会不给过，现在就卡在那边。共和党人启动弹劾拜登的调查程序，所以现在呢，拜登可以说是一个头两个大。拜登说，他的确支持过叛乱，会让法院做出应有的判决。纽约时报报道呢，他们就说了，美国至少又有16州禁止川普来参选提起诉讼。纽约时报报道，目前至少有16个州对川普根据第14个修正案的任职资格提出悬而未决的法律挑战，要求禁止川普参加2024的总统初选。我们先来问亮哥关于这两岸的议题。现在大陆对我们是有收有放，但赖清德的两岸态度到底是什么？大陆公布这个第一波啊，就是12月21号，这个大部分都是石化的上游啦。那这个本来就是台湾的大厂，对，所以谢金河讲的没错啊，就是台塑啊这些大公司啊。那大公司当然就不会立刻造成就业的冲击啦，因为它内部不同的部门可以做调整。对，所以我说中国大陆市场为什么他先公布这一波，表示他不要立即伤到台湾的中小企业跟农业，他是很清楚的啦，而且他是选择税率最低的。为什么呢？因为石化原料的税率本来就比较低，对，所以王美花说他刚刚讲1到6.5嘛，对，他指的是石化原料啦。平均大概是2点多啦，2点多%啊。那又是台塑嘛，所以台塑当然可以自己吸收。可是这个我们在军事的战术上，这个叫做警告炮啦。所以我让你听到炮声了，你要知道我是玩真的。那接下来，比如说我如果打到纺织呢，我如果打到机械呢，那个税率可不低啊。对，我跟你讲，很多税都超过10%啊。那个时候你就受伤了。
因为我们 ECFA 早收清单那些500多项的税率，经过3年之后都已经归到0了啦。所以目前都是0哦。所以没有错啊，这几项它从石化原料开始啊，那可是这个我想王美花自己也很清楚啦。石化的项目越往下游走，税率就越高嘛。那如果是纺织，如果是机械工具机，那个税率就是不是开玩笑的了啊。而且我觉得啊，经济部讨论ECFA的问题，就是这个大陆可能对台湾这个就是那个关税就不再减让，你不能够只讨论这个产业的产值啊。如果经济部只看到产值，那我跟你讲，你就是不负责任。事实上，经济部还要告诉我们它的就业的比例有多少人啊？他老是讲说我们已经是科技为主的国家了，对不起啊 ，IC 半导体的从业的员工，我看2019年的资料是82万人，那到现在，请问有100万人吗？那台湾的工业从业的人口超过400万，那服务业将近700万，那请问这些人怎么办呢？因为你要知道啊，那个我们 ECFA 事实上大部分都是传产嘛，不然就农业嘛啊，农业产值很低啊，农业我看台湾的产值搞不好只有3%，可是它的从业人口可能是8%啊，那一样啊，你不能够看说，哎呀，这个传统产业产值很低啊，不重要，我们输出到中国大陆的科技产品56%啊，那产值才是主要的啊。那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说要对台湾的科技的采购啊减少采购啊，那些措施都还没有出来。对，那这个产值当然很大嘛，所以他们就说你从产值占比啊，那个没有那么严重啊。我建议经济部要公布一个对就业冲击的占比，你要给我们数字啊，会有多少人失业？你要估嘛。然后第二个，会因为这样造成社会减少多少消费？因为他没有工作啊，对，那你消费会变低嘛？那这样会联动到服务业是多大的冲击？你要告诉我们啊。还有，当台湾跟大陆这个 ECFA 的问题如果陷入纠纷，你 CPTPP 还有可能审吗？这个立刻联动，对，因为所有的国家不想介入你们的纠纷嘛，那你们两个还没搞定呢，那 CPTPP 就不用审了啦。所以我跟你讲，这种联动后续的效应，经济部有责任要说清楚了。那我们要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你觉得赖清德现在是不是也是怕断 ECFA 这件事情呢？赖清德当然怕了，当然怕了。他现在你看，他当选以后，这个已经民调调出来，50.6%的老百姓认为对两岸关系是不利的，尤其经贸啊，中国大陆这些我们刚刚提到在讲话的，包括王美花都说没有事啦 ，ECFA 没有事啦啊，是大陆依赖台湾呢，要搞清楚啊。大陆跟台湾贸易是大陆依赖台湾的比较多啊，不是台湾依赖大陆啊，所以他是这种认知的话，那他讲这个话都不必意外，什么都无所谓，对不对？受伤的是大陆，那不过我们要清楚哦，他现在是进12种类的这个产品哦，他一共给我们零关税，在 ECFA 向下给我们零关税573种产品哦，573他只挑出12项啊，那你当然王美花不会觉得痛啊。可是你这个态度不对，你不要说，哎呀，你打我一下，啊，不痛，意思是说你继续打，是不是？反正痛的人啊，反正是别人，他的薪水照领，对不对？没有打到他的行业，他以为就没事，所以这种都是讲这种话的人哈，就是害别人，就在害台湾的有些产业。你那个不论你今天537项或怎么样哈，我们今天从大陆赚的。起码从我们自己的统计资料也将近1000亿哦，2022年美元哦，对不对？美元1000亿是什么概念？3兆台币啊，对不对？那你今天大陆的记录是1800亿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你看我们今年从大陆赚这么多钱，然后大陆现在开始警告说我不给你优待了，他会说都是科技产品，哎，他都科技，可是我们这个郭委员也提过啊。大陆有采购啊，台湾的很多电子产品，大陆是大公司，甚至公家的人在这边采购啊，他也可以把他的这个采购专移到韩国去啊，移到日本啊，对，甚至移到美国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要讲话，不要消极往美化的，哎，无所谓啦，打12项，12项当然不怎么样啦，因为你还有573项，你减12，还有多少？还有560几项啊。对，你们说呢？问题人家今天已经警告你了，你如果说你不改善，正确的方式怎么样？2509项，大陆说你这个是不违法歧视性的禁止我的产品进来，对不对？日本苹果、韩国苹果、美国苹果都可以进来，就是大陆苹果不能进来。你给我个理由嘛？你如果查到有什么杜蛾虫啊、什么果蝇的话，你就不能进来，进都不能进来啊。对，所以人家在调查的时候，你就应该跟大陆就应该在协商了，说，哎，这样子好了，那你觉得哪几项我们可以先给你开放，对不对？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要硬到逼着人家说你这个是不公平的，结果你也没办法。那我要到 WTO 咨商，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个问题解决呢？那现在人家573项禁你12项，无所谓，那人家再建你12项，就一直禁。你是觉得我们台湾人赚大陆钱是赚太多了，是不是？赚钱都那么容易啊？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台湾现在最好的朋友美国，好像拜登现在头也是莫雷西亚自顾不暇了，你怎么看？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商贸团队经济贸易财政的团队，他们整个脑袋里面这3年以来只想在对付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们花太多的精力时间，只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当然不利嘛。对因为我们看到在这3年间大陆跟东盟的，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增加到8000多亿。然后跟欧盟也增加到8700多亿，都一直在增加，甚至跟两岸之间也都在增加，但是唯独跟美国的增加的幅度不够大，例如说现在才6000多亿那本来美国也是一个人口的大国对，3亿多人口，而且人均所得这么的高，你要有效的那个出口你的产品，你也要更有效的进口你的产品，那问题就是在于关税这个部分卡住，然后不但关税部分卡住，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国就东限制西限制美光不准卖英特尔不准卖然后现在连辉达都不准卖，什么东西都不准卖的情形下，然后你要大陆买的大陆不买，对，然后大陆要买的你不卖，那你想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它的贸易怎么会好？戴琪几乎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事做。因为大陆根本不想跟他谈，所以这3年多来，一个最高的贸易谈判代表，连跟一个最强大的贸易伙伴，全世界第2名的贸易经济体，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谈的对话。耶伦去了几次，也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3个主要负责经济贸易财政的，完全都没有去好好的想处理跟中国大陆的问题。好，那还是不断的斗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糟，经济状况越糟，通货膨胀没办法解决，联准会就不断的升息，房地产的这么重要的经济支柱，商品房也就推不出去，物价上涨，房租也上涨，可是因为利息太高，房价不能再涨了。那你想想看，整个一潭死水，老百姓最火大的就是拜登的经济问题，难道这不就他自己的团队，包括他自己满脑子只想对付中国大陆所造成的结果吗？这么明白，那难道跟台湾不也很像吗？坦白说，今天大陆对于台湾来讲，他要求的是对等。今天你很明显的看到，第一个要求符合检疫规则，标准通过了就让你进口，不通过免谈，公事公办，没有别的特殊管道可以走了，一切公事公办。同样的，两岸的贸易来往也是一样对等，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然后，所以你看到，我觉得郑亮讲的没有错啊，这是一个警告啊，就是你不对等了，我现在先给你几项，你再不改善，再几项，再不改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ECFA 项内的任何产品不需要经过 WTO 的磋商，单方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嘛，到今天为止还不以为意。你想想看，不要把台湾的老百姓害到惨不忍睹。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带你们继续讨论国际的最新局势。
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从国内政治聊到国际局势。那么加入我们的来宾呢，包括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当然啦，最近大家讨论很多的国内选举的东西，包括这个议题就是赖皮寮。那么当然呢，这也对赖清德的选情有所冲击，他现在也急拆弹，但是不是他觉得拆弹成功了呢？因为他需要把老家公益信托嘛。那么现在，拆弹危机之后，似乎好像放下心来了，跑去环岛扫街。那么今天呢，在打政策牌，载歌载舞。赖清德昨天到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拼出选对的人这4个字，今天再往高雄、台南依序排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难道现在他已经觉得说自己已经在这一个议题已经可以不用关心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这赖皮寮争议，国安局人员也已经撤哨了。前一天派出了3辆大卡车，紧急把这些东西搬出来，从2点左右开始清了大概1个半小时，包括冰箱、微波炉等等的大型家电都搬出来了。但是这真的能让这赖皮寮的争议就这样从此没有了吗？好像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似乎遍地开花了。除了赖皮寮变成了打卡圣地之外，不到2小时就涌入近100人。现在还有各种哭手的图都来了，包括赖清德台南的老家现在也被锁定。你可以看到赖皮店到店。今晚我想来点违建，你打赖皮寮呢，还可以发现副总统官邸，甚至呢是这个竞选办公室都可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是不是全党要救1人也不遮掩了？赖清德的老家县违建争议，律师吕秋远就说了，这是一个时代悲剧造成的合法违建。他说当年呢新建跟增建的时候没有法律限制，所以不溯及既往的原因是合法的，所以这也是合法的违建。但网友就质疑起这吕秋远的诚信，他说你这个到底是出于专业呢，还是出于意识形态？因为呢他们说之前他不是有吐槽过吗？引用其咨询帮扶打官司，违反伦理规范即申诫，甚至这个吕秋远之前呢还被讲到说周旋多女之间，那么现在也是他的私生活也是惹出了很多争议，所以网友现在就说了，你到底现在是用专业的角度还是用意识形态的角度在帮赖清德说话呢？不过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他就说他老家捐出去嘛，但是现在紧张的是他的邻居啊，为什么？因为邻居想说车都查你了，怎么可能不查我？那么会不会我住在这边，我的老家反而也要跟着你一起被拆了？国土署就发现了，外界不要急着贴违建标签。他说，受矿权废止影响区域遍布7个县市，目前中央地方正在清点盘查，那么后续将通案的协助处理。希望外界不要急着贴上这样子违建的标签，会让这一些地区的民众非常的不安。那么国土署长现在也被揭露出来，就是赖清德的细汉的吗？为什么呢？因为南铁受害者说他害40名老人呢。哇，真的是气炸了！他们说，台科大教授陈志晓就讲到了，国土署的署长吴新修就是南铁东移时迫迁老百姓的台南市都发局局长，所以换句话说，他就是赖清德的小弟，所以现在当然要帮赖清德解套了。只不过现在是不是撕不掉赖皮寮的标签了呢？因为现在在屏东呢，大家过去都会知道，屏东不是绿营的大本营吗？那么赖清德到屏东去造势，他问说，大家还记得吗？屏东呢，这个荣总筹资了98亿，去年启用，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谁核定的？所以大家第一时间想到说，会不会下面就喊赖清德？结果没想到下面喊的是苏贞昌，他整个脸都歪了，因为民众就觉得那安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画面。投资98亿，拥有629层的屏东英明总地已经伫去年启用，大家有欢喜无？大家知影这个建设啥物人核定的？你知唔知？知影唔知影？啥物人核定的？赖清德将相高落者，你都甲我放袂记的，啥物人选了建造？苏贞昌啦，将甲苏贞昌高落者哦。啥物人清楚的？清楚的，啥物人清楚的？潘明安，搁啥人？搁啥物人？
张家边。很多网友就笑说，看到这段画面，他不尴尬，自己在荧幕前面看到都尴尬了，因为这下面的民众喊的好像都不是他要的。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就说了，是不是的确这违建对赖清德有伤？大家对于他过去的政绩好像没什么印象。倒是对赖皮寮第一时间反应都会想起来，所以赖清德也讲到说了，你们是不是都把我给忘记了？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就现在这个赖皮寮哦，这个虽然说要信托公益了，但是你觉得真的有拆弹成功吗？我那个信托公益，他也没有拿出他预备的文件。事实上，信托财产也要有法律地位啊。比如说，因为这个公寮，事实上吕秋远讲的不对啦，应该是说这个是寄存建筑，然后非都市计划法，所以它是无法可管，所以它没有法律地位了。所以既有的公寮，人家为了那个居住的方便，一定会做一些改建嘛，不然怎么住？所以赖清德他在2003年。因为他盖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坦白讲，他那个叫新建啊，他就是把公寮拆掉，然后盖一个新的房子嘛。对，所以你看他连续大概有连续3栋房子连在一起嘛，对不对？那他当初新北市政府已经表示了嘛，他并没有建造使用执照、房屋税籍，所以以前也没有缴过房屋税。那我们不说它是违建啊，它就是在都市计划以外的寄存建筑。那这个当然是历史共业啦，就是以前中央地方没有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嘛。可是你可以看到赖清德的回应说要公益信托啊，那公益信托你要告诉人家，请问你是要你要对你的那个信托的目标提出一个合法文件啊？对，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吗？请问你信托财产的文件是什么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嘛。他说要这个地方的居住权的问题解决之后，对，他就公益信托嘛。他为什么是这样回答？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没有法律地位。没有法律的地位的东西怎么捐啊？这也不叫捐啊，怎么信托啊？那就变成是集体要一起处理。那附近的公寮加一加有1000户啊。哇，那么紧张了。所以坦白说，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怎么叫做有公益信托呢？更不要讲捐了，事实上没有嘛，那他也没有讲出那个信托合约的内容啊，搞不好只公益信托1年呢。也可以这样。当然啦，他有信托期限嘛，信托，因为信托第一个要写明标的嘛，对，那因为你并没有税籍，房屋的所有权不清楚，对，我跟你讲，到时候如果真的这一整批公寮要去处理啊，那相关的单位还要去现场去划界，要画出，不然你又权状怎么画？对，权状有坪数而且这个是他儿子的名字，可以代为决定。我知道，不管怎样，就是说他儿子现在搞不好人不在台湾啊，就是反正他这样讲，我们要知道他执行的程序了。对，如果到时候你是要划界，不然权状人家不知道持分或者是面积嘛，那个都要算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文件你拿得出来吗？我认为大部分的都拿不出来啦，因为从来没有报过房屋税，怎么会拿得出来呢？也没有交易啊，因为他没有所有权的过户，从未发生嘛，所以他丢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你要进一步问他啦，说请问你要怎么公益信托啊？你找的第三方是哪里啦？因为跟这个做一个对比，就是苏家全那个农舍案对，苏家全的农舍，事实上从头到尾，他们后来去查所有的法律程序都是合法的可是那个时候受迫于压力，他就捐给一个基金会。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嘛。2012年的时候那他那个所有权就是清清楚楚的。那捐给那个基金会，也是那个基金会后来就是使用上，他觉得他每个月要有那个维护费用，他受不了，所以9年之后他卖回啊，他卖回给原来的就是苏家全他们家可是人家那个是真的捐。难怪洪恒珠会跳出来这么委屈说我们是合法的，而且他真的捐，他真的就捐给了一个基金会。那9年之后，因为那个基金会可能运作的不好，所以就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撑不下去了。李赖清德这个连捐的标的都没有办法写清楚，因为你没有法律文件啊。对，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你怎么捐啊，不然你这个给人家感觉就是打假球嘛。就是我嘴巴讲一下，然后说，哎呀，等这个公寮的所有权问题啦，我们都处理完之后呢，那我就来办公益信托。那不然你给我们一个期限嘛，你如果当选总统，你多久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你至少给人家一个期限嘛，因为这个中央还有地方要合作的啦，对，然后这个土地要去划啊，要划界啊，然后要登记啊，那因为那么多户，事实上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呐。可是我觉得他至少要给人家一个承诺，说我当选第1年我就办好，就是这样。对。那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您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执政党毕竟还是民进党嘛，他们手握国家资源，是不是现在也在救赖清德？尤其是这个国土署长还被质疑。对，他们现在想把它合法化。赖清德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些矿工的这些公寮全部一起绑起来，他们拆我就拆，他们不拆我就不拆，对不对？他们合法我就要一起合法，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这是一个政治领袖的行为吗？对不对？把别人梯级都牵下水，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怪不得他们的这个要把这个廉耻这2个字从我们这个教科书里面修掉，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叹为观止啦。那这个律师讲这个话，我也觉得在挑战我们的这个基本常识法律概念。违建就叫违章建筑，章就是法违法建筑那叫合法的违法建筑，这是什么法律啊？违法就是违法，什么叫合法？杀人犯违不违法？违法，对不对？合法的杀人犯你听过吗？对不对？诈欺，这个诈欺行为，违法的诈欺犯，合法的诈欺犯，你有听过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基本上真的，我觉得他们这藐视台湾人的智商，藐视台湾人的基本上的常识，这边就胡说八道，就是4个字胡说八道，对不对？赖清德都没有讲他是合法的。对，赖清德说你要记住，这是我们的辛酸啊！你们一点人性都没有。我们小时候多苦。可是这个不可以构成说你就可以做违法行为。小时候苦，大家都苦的人就可以违法吗？对不对？那跟富的人可以违法，不是一样吗？因为法律就是人人平等，没有什么理由的。没有说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钱比较少，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的，这个就是这些人，这些知法玩法、知法曲解法律的这些人，在危害我们的社会的基本价值，在把我们的明确的法律规定搞成一个灰色的法律规定，然后从中干嘛？从中就浑水摸鱼嘛。你说今天赖清德变成堂堂，我们过去还对他有个名字，现在大家都叫他赖皮，为什么？就是浑水摸鱼。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搞成灰色，这些帮凶就这些念法律的就跟他做帮凶，对，所以现在其实真的一尸15命。我跟赖清德，你现在去跑到屏东，这种嘴脸你看得下去吗？公然邀功，你做公务员，你就是要为大家服务，这是你的天经地义的事。你跑去跟人家这是谁核定的吗？那你为什么说这个公文是谁起草的？科长是谁？那个师长是谁？你为什么不提？对不对？人家不记得你还就要打那个钟嘉宾，那什么嘴脸啊？公然怎么样？肉麻当有趣。这些人把他的钱98亿没有错，是你赖清德家里的钱吗？这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啊！对，你做这是你天经地义的，干嘛要人家在那边跟你什么公然邀功？然后都是我，你们今天有医院看也是我，你有饭吃也是我，你什么也是我。自己家里搞一个大豪宅，搞了半天还说公寮，还不要你们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说不知道我们的辛酸。请问一下赖清德，你辛酸吗？你已经做美国人的爷爷啦，对不对？你的公寮现在变成豪宅，你在里面接见外宾对不对？这个桌子板凳是你花的钱的吗？这些整个的那些花园维持是你出的钱吗？我们纳税人的钱你养了10个宪兵在那边，谁出的钱对，你跟我们讲辛酸，那个辛酸谁？我们在台湾早年的话，台湾哪一个不辛酸我们那时候没有台湾前烟角木大家都是吃的穿的都很省住的都是很简单，有个凄风避雨都不错了。不要在那边消费
那些年轻人不知道当时我们是不是走过来的。你现在享受特权、违法滥权，这就是事实，你就是个赖皮。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刚刚在看到影片的时候，赖老师一直在偷笑就是说，这个喊了，下面的反应呢，我们隔着荧幕看，可能连老师都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因为赖清德想要搬弄自己的政绩啊，想要哄抬他旁边人的政绩，然后但是一般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赖清德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公然的在暗示啊。严格上来讲，就是公然作弊了，因为赖清德在考试嘛，问这些问这些他的支持者说：“哎呀，你们知道这个屏东荣总是谁盖的吗？谁提议的吗？谁促成的吗？”就一直問問題的時候，底下人其實大家都不傻傻，沒有人搞清楚。然後你就看到鍾嘉賓就在那邊這樣子哈，就說：“哎，是他了，是他了，是他了。”就公然作弊啊，公然作弊不光彩啊。因为没有人答得出来嘛，所以你就看到张嘉宾那个手指头就说：“哎，就是这个人啦，赖清德啦，讲他呀。”然后呢，没有人讲得出来，反正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好像对苏贞昌比较有感哦。本来连苏贞昌也没有，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后来就随便猜嘛，蹦出一个苏贞昌。哎呀，他总不能说苏贞昌没有贡献嘛，就说苏贞昌也有啦。然后呢，旁边的人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懂得钟嘉宾的暗示，应该讲是钟嘉宾的作弊了就是他。那个人就说赖清德了，哎呀，他就说是他啦，然后又说，哎呀，那是谁推动的呢？然后呢，这个钟嘉宾的手就放下来啦，就准备要鞠躬啦，这不是肢体语言的暗示吗？暗示的好明显，就是我啦，我钟嘉宾啦，你看跟老百姓抢功跟老百姓表功跟老百姓要人情做了那么一点点事情，你拿公家饭每一年2兆给你们花我们的预算2兆每年2兆给你们花，然后呢你们污掉一大堆的钱，绿能啊，那污掉多少钱啊？然后才做那么一点点，而且还不是你做的这荣总是我以前在退辅会的时候，我们这些这个医学院的老师学生们，他们这样子去偏乡的地方，是他要轮调在那个地方是他从台北从台中要跑到屏东这个乡下的地方帮人家看诊，又不是你赖清德跑来看诊，也不是你苏贞昌跑来看诊，是这些医生要离开他的家在台北跑到屏东去看诊，然后轮调这样子回来。哎呀，工作都是我们在做啦，功劳都是你啦，这个就是民进党。所以我刚刚一看到他在那边暗示的时候，真的看不下去。再说一句，民国40、50年的时候，台湾人谁不穷？你说矿工有公寮，我家人我妈妈他们在林务局工作，那时候还有人在林班也有公寮到处都有公寮，大家都很苦啦，每个人住的房子都很小啦。赖清德不要用现在来讲说你以前你那房子其实是我们标准配备啦，但是绝对不是周玉蔻所说的1.2坪啦。不过赖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工作我们在做，那功劳你在拿。有就想到之前网友讲到说，那所以现在功德就是换我们做了吗？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了解。